奶茶，我帮你多拍点视频啊，发给你粉丝看。奶茶，你别去追那只野猫啊，你别乱跑啊。奶茶，奶茶。妈的，这路真窄，前面又堵巷了。不要啊！你这个老家伙，你把我的奶茶压死了，你还想跑？你快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！什么奶茶？我没看见啊！我的奶茶啊，他才4个月啊，他连恋爱都还没有谈过啊，他还是个宝宝啊。怎么回事？谁报警的啊？他把我的奶茶压死了，你们看看啊！确实挺惨的，你们看眼睛还睁着呢。我的奶茶他是死不瞑目啊！我真没看见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窜过来的。你胡说，我手机里都拍了视频了的，你肯定看见的，你眼睛瞎嘛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你们这属于交通事故啊！你们报交通警察吧，交通警察会来做事故认定的。不行啊，你们不能走啊！他刚才就想逃逸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他早就跑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跟着我们先把车开到警局去吧，后面都堵了一堆车了。哎，停！你这盒子里头放的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这里刚拖的地，你这盒子怎么还往地上淌洪水呢？阿姨，对不起啊，但是我止不住啊，我拿好多纸巾都止不住啊。他才4个月啊，他就这样没了啊。阿姨，你别急，等会儿我来帮你拖一遍。我妻子地毯上还滴了一大滩了呢，也没人管我啊。你还有脸说？你那破车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你的破车把我家奶茶害死了。好了，到警察局了还在吵，快点进去，赶快进条解释。再吵我把你们俩都铐起来，让你们冷静冷静。小王，先喝一口水吧，把情绪稳一稳。我不喝，我的狗都没了，你还逼我喝什么水？那老李你来说吧。我都说了800遍了，我没看见他的狗自己冲进来的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个交通事故，把你们带到这里，第一个是平复情绪，第二毕竟这是一个交通事故，你们如果能达成和解，皆大欢喜，如果达不成，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，都能听懂吧？好，情绪稍微平稳了，我们说点实际的。小王，你先说，你的狗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把所有证据都摆桌上，我看看。2万块买的狗，这是转账记录，这是血统证，这是登记证。我还给他买了388块的牵引绳，还有一个500块的狗窝，100块一个的狗盆。你们算算我损失了多少钱？388块的狗绳子，连个狗也拴不住。这绳子是摆设吧？你这狗是自己想体验一把漂移吗？我开车开得好好的，它自己还突然钻进来。你这种人就是冷漠无情，冷血，你心都是黑的，嘴也是脏的。你知道我的奶茶死的时候表情有多惨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什么表情？我切的又没长眼睛，我一抬头你就趴在我的引擎盖上，我第一反应是遇上碰瓷的了。小王，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赔钱加上精神损失费，一共25000块，1分不能少，还得给我家奶茶道歉，不然跟你没完。给狗道歉，你怎么不让老李给狗建个豪华墓地，再请个道士超度749天呢？小杨，你给我出去！再乱说话，我罚你做100个俯卧撑。25000，我一个月才赚2万块，你这是敲诈！1000块，再多没有了。今天真是遇上碰瓷的了。1000块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打发要饭的吗？15000，再降我就是狗。你本来就是养狗的，你的狗自己钻进我车底的，凭什么要我赔？你没毛病吧？你看看我的狗，你忍心吗？1万块，不能再少了。我家奶茶的棺材板都得要几千块。老李，我也觉得你是没什么错，但是根据他拍的视频来看，他的狗确实是被你的车压死的。要不你出于人道主义再给他赔点，算是私下和解。走程序你也得请假，耽误赚钱又浪费时间。哎，那8000块不能加价了。好吧，
看在警官的面子上，8000就8000，转账，现在就转。好，我再确认最后一次，这8000块是你们双方在完全清醒、完全自愿、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强制、胁迫、诱导的情况下达成的一致意见，对吧？对，对，你还得给我的奶茶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这点钱只够给我的奶茶买个棺材板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沃警官，那个老李的女儿投诉你了，说是警官干涉纠纷，滥用职权，强迫无错的人向事故全责方赔偿。上面让我们写一份报告，还要联系一下投诉人。不对啊，我们当时就跟他们确认，是双方自行约定和解的啊，怎么会来投诉？我来找他女儿。我就问你一句，我爸爸是被你们强行带到警局，你们穿警服的往那儿一坐，跟他说人道主义，随便赔点。他一个63岁的老实人，一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人，他哪敢不掏这8000块钱？李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你爸爸被带过来，是因为在当时当事人情绪激动，我们带回来安抚一下。他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说了，他们能谈拢就谈，谈不拢就走程序。你们穿着警服，坐在警局，开着执法记录仪，高高在上，用那种我为你们好的语气说一句，随便赔点，这是权力不对等，环境不对等，心理不对等。我爸爸他敢不赔吗？这就是典型的披着善意外衣的强制。我是律师，我比你们懂。李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强制，我们只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他们考虑，看看双方能不能和解。不是每个公民都精通法律和规定，有些事情你不明说，民众就是不懂。你们没有说可以拒绝和解吧？你们的职业就会让我爸爸觉得他或许是真的有责任。我就很好奇，人道主义赔偿这个词是这么滥用的吗？人道主义赔偿就算是法院也不能强制赔偿。我知道你们表面上没有强制，但是你们提出这个概念，就会让我爸爸觉得他可能真的应该赔给对方一点钱。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？李小姐，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就是律师，我跟你们这么说吧，钱对方不肯还回来，那么这个起诉我自己来做，但是我现在要求你必须向我爸爸道歉，不然的话我会一直投诉到你们的上级部门。我杰克，我知道你的初衷是好的，就是想着让他们大事化小，希望他们通过和解解决麻烦。但是人家律师女儿说了，你穿着这身警服，说什么民众都信。你一句随便赔点，在他们耳朵里就是你必须赔。我话都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们可以去走流程，没有半点强制，就是找督察来，谈话的全程视频也都有。他投诉说是他爸爸被警官吓住了，所以才给的钱，哪有这种说法？那按照这个逻辑，以后任何事情我都要做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喽。我只是尽力去解决麻烦，这跟是不是懂法有什么关系？那之前我说的，按交通事故走程序，他不去做，我说了，你随便赔点，他为什么就相信去做了？哎，你还是先给人家道个歉吧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我好心好意给他们和解，省得他们走程序浪费时间，结果现在还让我道歉。我道什么歉？我道歉，我那天真的不该出警。老李啊，我那天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把话说明白，让你破费了。那8000块我来赔给你吧。没事没事，沃杰克警官，我女儿脾气比较火爆，她觉得我是吃亏上当了，你别在意，那8000块我认了，你真的不用赔。哎呀，我做事也是没有考虑周全，我也有问题。那8000块我私人转给你吧，你别拒绝了。沃杰克警官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我不会让你赔这8000块的，你放心，我女儿呢，我会让她撤回投诉的。沃杰克在之后的几天里一直像在赌气，出警的时候只要不归他管，解释完之后转身就走，但是没能坚持到2周，他便依旧习惯性的开始管一些他觉得是为了别人好的事情。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沃杰克跟那个律师女儿学会了把善良拴上绳子，他说话变得喜欢叠加免责条款，
一定要明确告知当事人，如果不愿意和解，不做任何强制，甚至这段话可以重复说6、7次。沃杰克，你把我的水笔碰到地上了，我要求你给我的笔道歉，还要赔偿2万5。这件事最终留给我们警局的，除了日常工作更加谨言慎行以外，还有一句开玩笑的梗，那就是我要求你给我的某某道歉。这个某某可以是任何东西，比如说打火机、纸巾、笔、手机，甚至是泡面。欢迎点赞加关注，点亮小铃铛，以免错过精彩视频。